現在的年輕人看輝達看到的是身穿皮衣的搖滾巨星，是市值幾兆美金的龐然大物。但如果我們在2026年的今天去問問老一輩的電子工程師，他們會告訴你，輝達的出生其實是場災難。1995年，黃仁勳推出了第一款產品 NV1， 他想以此改變世界，但世界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。這張卡並不兼容當時剛剛興起的微軟 DirectX 標準。結果是什麼？是倉庫裡堆積如山的庫存，是資金鏈徹底斷裂的恐慌。那一年，輝達裡倒閉，只剩大概30天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，黃仁勳做了一個決定，他解僱了原本的合作夥伴，背水一戰，決定開發名為 Riva 128的新晶片。這款晶片如果失敗，公司就地解散；如果成功，它需要海量的產能來鋪貨。但問題來了，誰來造？當時的芯片制造業規矩森嚴，你有錢，你也得有像樣的廠或者像樣的資歷。而那時的輝達，在半導體巨頭眼裡，就是一隻隨時會被踩死的螞蟻。美國的晶圓廠根本看不上這種小訂單，他們要的是量，要的是穩。黃仁勳在這個時候把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，那個他出生卻陌生的小島台灣。那裡有一家剛成立不久，模式在當時看來極其古怪的公司。這家公司不設計芯片，只專心幫別人制造芯片。它的名字叫台積電。它的創始人是一個頭髮花白、做事一絲不苟的老人張忠謀。如果是電影劇本，這時候應該是一場盛大的商務談判，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單純，也更動人。那一年，黃仁勳寫了一封信給張忠謀。那時候的張忠謀已經是半導體界的教父級人物，曾任德州儀器副總裁，而黃仁勳只是一個來自硅谷的滿口技術術語的毛頭小子，經營着一家快要破產的新創公司。按照常理，這封信應該會被秘書歸檔，或者禮貌性的回復再聯絡。但是命運的齒輪在這一刻發出了咬合的聲響。有一天，黃仁勳正在那個狹小的辦公室裡焦頭爛額，電話響了，他接起來，對面傳來了一個低沉、冷靜又帶着獨特威嚴的聲音 ：“I am Morris Chang， 我是張忠謀。”在這個2026年的當下，即使隔着屏幕，我們依然能感受到那通電話的重量。在那一刻，黃仁勳嚇得差點把電話扔了。他後來在無數次演講中回憶說，他當時必須对着周圍的同事大喊：“安靜，那是張忠謀。”這就是台灣人的氣度。張忠謀沒有因為輝達小而輕視他，也沒有因為 NV1 的失敗而拒絕他。這位老先生看懂了黃仁勳眼裡的火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看懂了專業代工這個模式的未來，那就是賦能。台積電存在的意義不是為了成為霸主，而是為了讓像黃仁勳這樣的天才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去挑戰霸主。這次通話敲定了2件事：第一，台積電接下了輝達的訂單；第二，2個相差30歲的男人開啟了一段長達30年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。很多人以為合作就是簽合同、給錢、交貨，但在半導體這個行業，尤其是當我們回望90年代末的那段歷史，你會發現信任這2個字比黃金還貴。台積電當時的技術其實還在追趕階段，為了幫輝達生產 Riva 128，台積電幾乎是傾全場之力，在配合黃仁勳的瘋狂要求，良率不夠修，製程不穩改。有一種流傳在竹科老工程師之間的說法，當年的台積電是為了輝達學會了如何去寵客戶，而輝達是為了台積電學會了什麼叫做把後背交給別人。Riva 128大獲成功，輝達活下來了，緊接着是 TNT， 是 GeForce，一個個響亮的名字開始轟炸 PC 市場，每一顆震撼世界的 GPU 背後都刻着那行微小的字 TSMC。 這不是簡單的買賣，這是一場豪賭。張忠謀賭的是這個穿皮衣的小子未來會改變世界，黃仁勳賭的是這個台灣的老先生能扛起世界級的重托。這30年來，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風雲變幻，無論英特爾如何試圖拉攏，
無論三星如何降價搶單，黃仁勳始終把最核心、最高階的晶片留在台灣。大家還記得2024年他說的那句話嗎？台積電不僅是夥伴，他是朋友，是家人。這不是公關話術，在商業世界裡，多少人可以同富貴，卻不能共患難。但當顯卡過熱，由於封裝技術遇到瓶頸時，是台積電的工程師沒日沒夜地和輝達團隊一起在實驗室裡，甚至睡在行軍床上解決問題。這就是為什麼在2026年的今天，當我們看到輝達的 AI 帝國已經覆蓋全球時，我們必須記得，這座帝國的地基不是打在硅谷的沙土上，而是打在台灣，在這個小島上。那群默默穿着無塵衣、三班倒的工程師們用汗水澆灌出來的信任裡。但故事如果只講到商業成功，那就太小看台灣了。接下來的故事關乎的不再是錢，而是尊嚴。時間來到2020年代初，這時候的輝達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求生存的小廠，而是能夠左右世界科技走向的巨獸。但與此同時，台灣海峽的風浪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劇烈。在那幾年，我相信每一位台灣人都感受過那種被世界指指點點的焦慮。華爾街的分析師在報告裡寫着台灣風險，國外的政客在喊着有案外包，甚至有一些聲音在逼迫科技巨頭，你們必須離開台灣，把工廠搬到美國，搬到歐洲，搬到任何一個不是台灣的地方。所謂的去台化言論像烏雲一樣籠罩在我們的頭頂。作為一家市值數兆美元公司的執行長，黃仁勳背負着來自股東、來自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。按照商業教科書的邏輯，最理性的做法是什麼？是分散風險，是慢慢把訂單移走，是與台灣保持距離。但他做了什麼？在2023年和2024年，當世界最喧囂的時候，黃仁勳像候鳥一樣，一次又一次地飛回台北。他不僅人回來了，他還把輝達最新的 Blackwell 架構、最核心的研發中心、最龐大的算力基礎設施全部壓在了台灣。有人問他為什麼？難道你不怕嗎？在2024年的那場媒體聚光燈下，他回答得很簡單，卻很堅定。When I am here, I feel safe. 當我在這裡，我感到安全。這句話在當時聽來是安慰，但在2026年的今天回頭看，那是他對台灣供應鏈最深沉的敬意。他知道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能像台灣這樣，即使在地震發生後的幾小時內，機台就能復原。沒有第二個地方的工程師會在半夜3點接起電話，為了只差0.1%的良率拼命。他賭上身家性命去信任台灣，是因為他知道台灣人是不會掉鏈子的。這不僅是商業上的選擇，更是一種血濃於水的義氣。在所有人都要我們搬家的時候，那個離家最久的孩子選擇了留下來，和我們站在一起。如果我們只談晶片和地緣政治，那黃仁勳只是一個霸氣的 CEO。但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他？為什麼連不懂電腦的菜市場阿姨看到新聞都會笑着說，那個穿皮衣的又來了？因為他身上有一種我們最熟悉的味道，煙火氣。讓我們回到2024年的那個初夏，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科技大佬不在米其林餐廳裡喝紅酒，他擠在寧夏夜市的人堆裡，滿頭大汗的排隊買圓環邊荷仔煎。他手裡的袋子裝滿了剛買的水果、薑汁、番茄。他遇到粉絲求合照，來者不拒，甚至還會用那口有點生疏卻誠意滿滿的台語問候大家。這不僅僅是作秀，在心理學上，這種行為叫做退行，回到那個讓自己最放鬆、最原始的狀態。黃仁勳9歲就被送到美國，在異鄉的寄宿學校裡，他曾被霸凌、被孤立，還要去掃廁所。那段童年是孤獨的，也是寒冷的。而台灣，哪怕記憶模糊，對他來說，代表着那個還被父母疼愛，還能肆無忌憚吃糖的溫暖原點。當他站在夜市裡，大口吃着割包的時候，他不是那個要對抗英特爾的鬥士，也不是那個要向華爾街匯報業績的管理者，他只是那個當年從台南離開的阿勳。那種快樂是演不出來的，台灣人看在眼裡，疼在心裡。我們把他當成家己人、自己人，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情感投射。我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自己那個在大城市打拼、出人頭地後，過年回家還會穿着拖鞋去巷口吃麵的兒子。他不嫌棄夜市髒亂，
不嫌棄路邊攤便宜，這種對台灣本土文化的這種無差別的擁抱，比任何高大上的演講都更能擊中台灣人的心。它讓全世界看到，這就是台灣的生活方式。我們可以造出世界上最精密的晶片，我們也可以在充滿油煙味的夜市裡享受最簡單的人情味。高科技與古早味在這個島嶼上，在這個男人身上完美的融合了。然後就是那個載入史冊的瞬間，2024年6月2日，台大體育館，當黃仁勳背後的超大屏幕上亮起那張台灣地圖時，全場沸騰了，甚至很多人在直播前落淚了。那不是一張普通的地圖，那是一張勳章圖。地圖上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幾十家台灣公司的名字：鴻海、廣達、緯創、英業達、技嘉、華碩、微星，還有那是數不清的大學名字。在那之前，這些公司往往被認為是代工廠，是賺辛苦錢的毛3到4。但在黃仁勳的口中，他們是 World's Pillars， 世界的支柱。他甚至專門做了一個視頻，感謝台灣。他說 Taiwan is the unsung hero， 台灣是無名英雄。Taiwan is the bedrock of the AI revolution， 台灣是 AI 革命的基石。這一刻意義非凡。長久以來，台灣人在國際舞台上往往是失語的，是被忽略的，甚至是需要隱藏身份的。我們的努力常常被貼上別人的標籤，但黃仁勳站在世界之巔，拿着麥克風，對着全世界大聲喊出了這一個個台灣名字。他像是一個拿着點名冊的班長，驕傲地告訴所有人，看，這就是我的夥伴，沒有他們就沒有我。這是一種巨大的賦能與證明，它不僅帶給了台灣訂單，更帶給了台灣自信。他告訴所有台灣的年輕人，不要看輕自己，你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就是未來的中心，你們正在做的事情正在改变人類的文明。那晚的台大體育館，燈光璀璨，但比燈光更亮的是無數台灣科技人心中的那團火，那是一種被看見的感動。現在是2026年，當我們站在今天，回望2024年那場瘋狂的黃仁勳旋風，你會發現，那不僅僅是一場演講，那是一顆種子。這2年來，我們看到了什麼？我們看到台灣不再只是制造硬體的工廠，因為黃仁勳的布局，因為那張 AI 地圖的指引，台灣的年輕人開始瘋狂湧入 AI 應用領域。高雄的軟體園區燈火通明，新竹的 IC 設計公司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台灣已經從硅島 Silicon Island 進化成了 AI 智慧島 AI Island。以前我們擔心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會變成夕陽工業，擔心會被更廉價的地區取代，但黃仁勳用行動告訴了我們答案。只要你掌握了最核心的那個腦，你就永遠無可替代。他不僅帶回了資金，更帶回了視野。現在的台灣街頭，你依然能看到那個穿着皮衣的身影，但他身邊多了更多年輕的面孔。他在大學裡的每一次座談，都在告訴台灣的學生，跑起來，不要用走的 ，Run, don't walk。這句話在2024年聽起來是焦慮，在2026年聽起來是豪情，因為我們真的跑起來了。我們不僅幫輝達造出了最強的 Blackwell Rubin 晶片，我們還把 AI 用在了台灣的醫療、交通、農業上。那個曾經在夜市裡迷路的小男孩，如今正牽着台灣的手，把我們領進了一個全新的時代。故事講到這裡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是台灣？世界上有那麼多土地，有那麼多資源豐富的國家，為什麼偏偏是這個缺乏資源、地震頻發的小島，成為了撐起輝達、撐起整個 AI 時代的脊梁？也許答案就藏在黃仁勳和張忠謀的那次握手裡，藏在夜市攤販遞給他的那一碗熱湯裡，藏在那些為了趕貨在此刻依然亮着燈的無塵室裡。是因為人。黃仁勳曾說過，台灣 saved NVIDIA， 台灣拯救了輝達，其實他也拯救了我們心中那份快要熄滅的自信。這30年是一封長長的情書，是游子對故鄉的眷戀，是故鄉對游子的包容，是英雄惜英雄的義氣，是默默耕耘終被看見的硬氣。在這個功利的世界裡，黃仁勳和台灣的故事證明了一件事：哪怕你離家再遠，哪怕你飛得再高，只要你回頭，家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。而當家需要你的時候，你也義無反顧地回來了。
他們說商人無祖國，但看着黃仁勳在 Computex 上那濕潤的眼眶，看着他指着台灣地圖時那驕傲的神情，誰忍心說他只是一個商人，他是一個做夢的人，而台灣是唯一能幫他把夢造出來的地方。今天的視頻很長，感謝你把它看完。也許你現在正坐在捷運上，也許你剛下班，也許你在為未來迷茫，請你記住這個故事，記住有一個叫黃仁勳的台南孩子，他曾一無所有，但他從不認輸。記住有一個叫台積電的公司，他曾默默無聞，但他做到了極致。記住你自己，你是這傳奇島嶼的一份子。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小看台灣，就像黃仁勳說的那樣，沒有台積電就沒有輝達。而我們也想對世界說，沒有台灣就沒有這個精彩絕倫的 AI 時代。這不是結束，這只是開始。讓我們一起繼續跑下去。